中哦，我如果有甲烷2摩尔好了，乙烯1摩尔，假设这样子好了。那这个容器里面这个气体的平均分子量多少？你要怎么算？所以平均分子量就是把这里面的成分气体它的分子量乘上它的摩尔分率嘛。你像这个容器里面只有甲烷跟乙烯，所以这个容器中这个气体的平均分子量就是这2个，好，各自乘上各自的摩尔分率，甲烷分子量16乘上总摩尔数分之欲求物质的摩尔数，这是甲烷对这个容器重要的贡献。乙烯呢，分子量12乘以2 24，24加4 28，28乘上总摩尔数分之欲求物质的摩尔数，这样就算出来就是它的平均分子量，好，应该没有什么太大问题。所以它的平均分子量就是20克1摩尔啊，因为分子量当初就是1摩尔这个气体分子的重量嘛，它的分母就是1摩尔。好，那以此类推，这样你就会很清楚地知道，空气里面最主要就是氮气跟氧气啊，几乎占了99.9%了，所以其他的第3名的氧气就不考虑了啊。好，那因此就是28乘上，所以这个占80%哦，80%的摩尔分率等于4/5哦，就好像它有4摩尔，在一个容器中它是4摩尔，它是1摩尔的这种概念哦，加起来是5嘛。好，所以28是氮气的乘上4/5，加上氧气的32乘上1/5，空气的平均分子量事实上是28.8哦1摩尔，好，因为当初你取分子量就是以克除1摩尔，所以加起来它也是摩尔。但它平均重是28.8。我们接下来要讲收集气体的3个方法。第一个叫排水集气法，难溶于水的气体，难溶于水啊。就是因为它难溶于水，它产生可以把水排除掉。好，你们看这里是说，应该非常清楚了啊。排水集气法，难溶于水的气体，对啊，我可以用排水集气法收集。氮气、氧气、氢气，这些最著名的啊。一氧化碳不是2氧化碳哦，2氧化碳是微溶于水啊。一氧化碳、一氧化氮、烃类的这些气体，像甲烷啊、乙烯，刚才那个甲烷、乙烯就是烃类，碳氢化合物，可以用排水集气法收集。那如果今天是易溶于水的气体呢？好，易溶于水的气体，你要看它的平均分子量啊。易溶于水的气体，它溶在水中，它不能用排水集气法。好，你要看它分子的重量跟空气比起来。如果说大于28.8的，比空气的平均分子量重的，用向上排气法。这种是用啊。它的分子量大于28.8的，就某离子位啊，这样大于28.8。同学，这一种呢，向上排气法。如果小于28.8的，向下排气法。
所以这个向上，这个上跟下到底是什么东西？是你那个收集气体的那个瓶子，看你是广口瓶还是你们现在用的两孔啊？试管啊，两孔试管这些哈，就是收集气体的这种容器哈。如果你大于28.8，它会假设广口瓶的话，好，你就可以朝上，像这样子，大概画一下，开口朝上。你想，因为你分子量大过28.8 ，Pn 等于 PRT 啊。我们前面这个理想气体方程式 Pn 等于 PRT 这个概念。对啊，你在收集气体的时候是定温啊、定压啊，你的分子量跟密度是正比的。该知道啊，分子量越大，密度越大。你这个气体分子量越大，密度越大。你大过28.8，你比空气重，你的密度就比空气大，所以你密度比空气大，你这个气体是沉在下面的，它跑不掉了。好，像你这个气体产生器嘛，比如说你用我们讲氯气哈，好，你在一个气体产生器里面，三角水瓶中放2氧化锰加盐酸，加热之后产生氯气，一个导管过来，它就会收集之后，它就会往下啊，它跑不掉的，因为它比空气重，密度比空气大啊。好，那再来，如果说向下排气管，这个下就是指你收集气体的开口，你变成倒过来摆，变这样子的。好，因为你比空气轻嘛，你是浮在空气上面，你气体在这个地方啊，分子量小过28.8的，比如说氨气啊这种，好，氨气才14加3才17嘛。哪些用向下排气法？氨气啊，它易溶于水哦，所以它只能用里面不能有水哦 ，HF 啊。好，那什么用向上排气法？比较重的嘛 ，CO2 啊，2氧化硫啊，等等啊，好，这些分子量大一点的。好，那同学，你们酵母菌那个 CO2 到底是属于哪一种？它是属于微溶于水哦。好，像 CO2 是微溶于水，它是介于难溶跟易溶之间的啊。CO2 微溶于水，这种微溶于水的，你可以用排水机器啊，或是说向上排气都可以。但是你要纯度高的话，要排水机器好。微溶 CO2 微溶于水可排水或向上啊。排水机器，好 ，CO2 在实验室产生的方式，你可以用碳酸钙加盐酸，就会产生 CO2 气体。像你要产生氧气呢，氯酸钾加热嘛；氢气呢，活性大金属加盐酸嘛；氮气呢，亚硝酸钠加苏胺嘛，啊，产生氯化钠加氮加水。这燃烧不完全产生一氧化碳。那同学，这个氮跟氧在高温之下产生一氧化碳啊，等等。氯气呢，我们刚刚讲过，2氧化锰加盐酸嘛；2氧化硫呢，硫加氧气燃烧嘛。啊，这个哈伯法制氨嘛。H2 加 F2 产生 H2 嘛，好，活化剂。好，再跟同学一下嘛，好，各位好。当你用排水集气法，好，我们现在重点是在排水集气。当你用排水集气法收集氮气、氧气、氢气的时候，所以你会有个问题，饱和蒸汽压的问题。好，会有饱和蒸汽压。我们前面讲过哈，同学，氮。它常温下是气体，它撞击气力产生的压力就叫气压。
氧常温下是气体，撞击气壁产生压力也是气压。只要这种常温下是气体的，很单纯，它都是属于干燥气体。但是有一个东西叫水，它的常温下是液体哦，它产生的会有饱和蒸汽压的问题。这两个没有饱和蒸汽压的问题，只有水有饱和蒸汽压，这要记好。什么叫饱和蒸汽压？同学，密闭容器中两项共存时，在定温之下，蒸发速率等于凝结速率的时候，这个气体撞击气壁产生的那个最大力量，就饱和蒸汽压。它必须要符合几个条件：第一个，它必须要密闭嘛；第二个，它必须要定温嘛；第三个，要蒸发速率等于凝结速率嘛。好，这时候撞击气壁产生的那个压力。好，你看你那个排水机器，同学拿一个容器，对不对？里面装满水。好，我一个广口瓶在这个地方，对。那同学这边有一个气体产生器，可能三角锥瓶这种东西，一个导管过来，对不对？这边有个导管。好，简单画一下，一个气体产生的装置，三角锥瓶状。好，我用亚，这里面要装满水了。我用亚硝酸钠加氯化铵加热产生氮气，氮产生之后，经过导管不断的把这个水排挤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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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排挤到最后达平衡时长这样子。如果长这样子的话，好，瓶内水面和瓶外液面等高。第一种情况一定这样子，对不对？也有可能是瓶内水面比瓶外水面高，或是瓶内水面比瓶外水面低。这个是瓶内水面跟瓶外水面一样高。它只有3个情况，不会有第4种了。好，那我先把另外2种画出来，你想一下啊。一样，同学，一个装水的容器，水装满。把这个广口瓶装满水，倒放入水中啊。第2种情况可能是这样子，这样对不对？好，它这个气体产生的东西我就不画了，一样跟这样一样。然后它产生气之后，这个可能随便讲一个，碳酸钙加盐酸产生 CO2 啊 ，CO2 也是属于这种可以把水排除掉，因为它是微溶于水啊。排之后，所以最后平衡之后长这样子啊。这边有一段高度差，这个高度差是 h 公分，像是这样子。好，第3个情况。好，广口瓶。那数学3一律就是瓶内水面比瓶外水面低啦，可以这样子。好，这边有一段高度差 ，h 公分。好，各位先把它整理一下，先看问题。我们前面讲过啊。同学，一个容器里面装水，对不对？盖上一个盖子。同学，这个水有温度，它会气化成水蒸气嘛？但是如果它是这边是气体，如果还有液体的话，它就不是那种符合波义耳定律的干燥气体哦。如果说你这个把容器扩大成这么大，同学，它的水全部都气化掉了。你这个密闭容器中如果没有半滴水的话，这个气体它是符合波义耳，这样它符合波义耳。你把它体积缩小，压力变大，它如果长成这样子的话，异气相共存时，同学这个里面有饱和蒸汽压，那个饱和蒸汽压是不符合波义耳的啊。当你低温高压的时候，把它压成一旦异气相共存的这个情况，
它就会有所谓的水的饱和蒸汽啊。这个水的饱和蒸汽它只和温度有关哦，它不是说体积变小、压力变大，它不是符合波义耳，它有一个极限值，不能大过那个极限值。啊，超过那个极限值，只能以那个极限值算。像你这个体积变大，它可能水全部气化变成气嘛，哈，它就会符合干燥气体。但一旦它有水，你把体积变小，为什么体积会变小？压力变大嘛，它就会产生水之后，凝结成水之后，它就不符合波义耳了哈。好，我们先看这里啊。好，同学，大气压压着这个水往上升嘛，哈，这边是大气压，它没有讲就760毫米汞柱，大气压压着水往上升，这个里面，同学它也是密闭啊。你是水难溶于水，气体不会跑掉，气体不会溶在水中啊，所以你这样子等于说就是那个情况了，盖子把它盖起来。那这里面同学它会有，你现在产生这个气体收集它吗？第一个你会有干燥气体，这边产生氮气、氧气或氢气啊，这边是有气体，但是你不要忘了这边还有个水饱蒸汽啊，为什么？它有液体啊，你排水集气。这边还有水，它会有这两个东西。好，这一样意思。你这个是大气压压着水面往上升，这里面的干燥气体和水饱和蒸汽压着水往下降，达平衡时收集完毕之后长这样子。这里面也是有两个东西哦，你收集的那个气体，加上水饱和蒸汽啊。然后大气压打败气体，气体打出大气压，打出这一段，这是气体打出大气压。那你这个呢？大气压压着水往上升，你这里面有两个东西，一个是收集的那个干燥气，加上水饱和蒸汽啊。你这个是。干燥气体加水饱和蒸汽压打赢大气压，打赢这一段了。好，你要回到力平的概念，这个不是背公式哦。好，你这样把好想清楚，想一次。这气体打赢大气压，那气体打出大气压，再打平手。好，就这样，我等同学想。好，排水集气法适用于难溶于水或微溶于水的气体。像你氮气、氧气、氢气、二氧化碳都可以用这个方法收集。好，那收集的情况最后达平衡时，我叫假使3个情况嘛。那如果说我现在如果要算这个气体里面的压力到底多少？好，同学好，你这个是大气压压着水往上升嘛？你这个气体跟水饱和蒸汽压着水往下降，然后打平手，所以你这个等于说是大气压减掉水饱和蒸汽就是干燥气体的压力，这样听得懂吗？因为你当初，我再写一个啊，因为你当初大气压它是等于什么？你这个气体压力加水饱和蒸汽你当初大气压是等于这两个加起来。那你要算它的话，它就大气压减水啊，这样子啊，应该很容易理解。打平手是这样子，因为你当初大气压压上去，它压下来，它的力量等于这两个力量相加。那你要算它的话，它就大气压减水就好了，对不对？你要算气体的大气压，把水减掉就好了。好，这个了解，那同学一样道理啊。你要算这个的话，同学，那这个气体压力呢？你会发现大气压不管3721，不管你打平手、打输、打赢，都一定要先把水饱和蒸汽减掉，一定要把水饱和蒸汽先减掉。那我刚才讲过，水饱和蒸汽不是真正的干燥气体，它是两项共存的，那个不符合波义耳，那个不是真正你收集气体的压力。所以我要把水饱和蒸汽减掉之后，等于这个气体是打输还打赢大气压？打输还打赢？打输嘛，打输是加还减？
减嘛，你打出大气压，你要比大气压小啊，比大气压小，你要用大气压去减啊，减。一般饱和蒸汽压都是用毫米汞柱，饱和蒸汽压因为比较小啊，像25°C的时候，同学才24毫米汞柱，它是比较小，用毫米汞柱。那它毫米汞柱，你大气压就得用毫米汞柱啊。汞要注意哦，同学排水集气法，这个是水，那这样怎么办？你大气压用毫米汞柱，饱和蒸汽压用毫米汞柱，你这边打出大气压你要减啊，减的话你得把水改成水银的高度啊，因为它是用高度来代表压力嘛，高度代表压力，你这个水你得用把水改成水银的高度啊，好，你要除以13.6啊，所以因此第一个它是公分，看到没有？你要 H 乘上10。这一步 H 乘上10是把公分变成 mm， 除以13.6是把水改成水银的高度。好，高度跟密度成反比，密度越大，高度越小。水银密度13.6。你如果反比的话是 H1D1 等于 H2D2 嘛，反比是1:2 嘛。你看你水的高度乘上水的密度1，你要把它改成水银的话，水银密度13.6，你要怎么改？你就把水的高度去除以水银的密度嘛，这样就得到水银的高度了。你这一步的白话文叫做把水的高度换成水银的高度。先把公分乘上10变成 mm， 好，因为你的水饱和蒸汽压是 mm 嘛，是毫米啊。这一步是把公分转成 mm， 除以13.6是把水的高度改成水银的高度，这样。好，那你现在最后这个。它是打零大气压呢，你要加啊，好，你这个理解这个就很容易了。第三个，我要得这个气体的压力等于大气压，先不管3721，先把水先减掉，减掉水的饱和蒸汽压，加上 H 乘上10除以13.6，我打零大气压，我要加，好，这是这个的哦。瓶内水面，你这个是瓶内水面跟瓶外水面一样高吗？这个是瓶内瓶外一样高，那你这个瓶内比瓶外高，或是瓶外比瓶内低哦。你这个讲法有两种，瓶内比瓶外高，或是瓶外比瓶内低。好，它这个呢，瓶内比瓶外低，或是瓶外比瓶内高。你先看这个。范例是这个，25°C 大气压下，以排水集气法从水面上收集氢气1瓶，此时画起来，瓶外水面低于瓶内，跟瓶外低于瓶内是哪一个？瓶外水面低于瓶内。中间这个，瓶外水面低于瓶外水面低于瓶内，中间这个低多少？6.8公分，则瓶内氢气的分压应该是几毫米汞柱？25°C 时，水的饱和蒸汽压是24，完全带公式。中间这个，将来考试就是3种途中选个来考。好。他问你氢气的分压是多少？大气压多少？没有给就760，有给照他的，他没有给就760。减掉水饱和蒸汽压，再
25度 C 的时候，水保鲜气要是24嘛。好，这个是打出气体打出大气压要减，打出6.8公分哦。你现在这个毫米汞柱，你得把6.8乘以10变成 mn 除以13.6，把水的高度改成水银的了。这个的白话文就是把水的高度改成水银的高度。好，这一步的白话文哈。把水高度改成水银的高度，而且是改成 mn 哦。把它改成 mn， 好，这样子做出来就731嘛，731，因为你乘以10了嘛，是改成 mn 毫米汞柱啊，同学，1公分是10 mn， 所以1公分是10 mn， 10毫米，这是100。